那我们说黄巢有没有杀人？有，它最不能受历史跟后世谅解的一个地方的一个它的残酷的真相，其实在广州发生。广州以前在唐朝是一个贸易中心。哦，那个时候就是贸易中心。对，有设一个市舶司，所有外国商人集中在这边做生意，对，跟唐朝买卖嘛。那当时这边有人讲说到，而且这是一个历史学家讲，这个历史学家不是中国人，是阿拉伯人。阿拉伯人他当时因为来这边做生意，大部分都是阿拉伯啦、印度啦，还有东南亚的这些大食人，所谓波斯啦、伊朗这些。阿拉伯的一个历史学家当时有在广州叫哈桑，他回去以后写了一本《中国印度见闻录》。见闻录这本书里面就提到说，这个黄巢当时攻入广州的时候，广州富得流油的一个地方，眼睛亮啦。我以后还要攻长安啦，这个地方我不拿什么时候拿？对，太有钱了。对，那样久了。胡商，因为这是外国人嘛，所以以前叫胡人。胡商。就开始杀抢，他真的是下手。那史书记载他写了多少了？12万，胡商12万，这是最低的。对，最高的也是一个外国阿拉伯的历史学家叫哈萨德，写20万。那无论如何，你不管是他12万、20万，都很多。胡商何其无辜，来你这边做生意，被你们杀掉了。所以黄巢这时候真的整个暴发户，有钱了，有钱，但是他的第一桶金是去杀广州的，最多的钱再从这边出来，但也是犯了一个历史血案嘛，杀胡商12万或20万，而且影响后世很深远的是，胡商被杀掉以后，影响中国后来对外贸易，到宋朝才慢慢恢复，等100年的时间了，对外贸易完全禁绝，外国人不敢来啊，谁敢来你这种国家？这一段渊源，对，所以影响也蛮大了。他就到杀广州。广州有钱了，可以啦，开始要取到洛阳攻长安了。那你一定要从江南这边打上去嘛。打上去有发生几件我觉得很精彩也比较好玩的。那大概是在公元878、79左右了左右。他先攻到湖南长沙，湖南长沙的守将。也是一样，湖南长沙是大城啦。我们知道历史经常提到湖南长沙嘛。湖南长沙有10万守军，也是不到一天弃械投降跑掉了。所以你看唐朝当时的那些藩镇那些兵啊，平常吃香喝辣，真的要打仗，你朝廷派军来吧，用我的武力我才不要，打溜了。湖南长沙一天往湖北走，湖北到江陵。江陵谁守的？当时唐朝的宰相王铎亲自坐镇。那王铎我们知道，他历史上很有名，他书法家，他书法有很多后世呢看得到。王铎的行书写得很好，还有他很有名的，最有名的怕老婆，惊某惊到要死。但他老婆在长安，他来镇守湖北江陵，天高皇帝远，他在这边养小三，然后好了，事情来了。当时黄巢不是要攻湖北江陵吗？王铎得到2个战报，一个是什么？黄巢北上，往这边向前来。另一个老婆南来，老婆要来抓奸了。老婆很生气啊，老婆是一个悍妇，又是一个妒妇，你怎么可以在那边养小三呢？所以老婆带了一堆人马要来兴师问罪，所以他2项战报，一项是金氏的，一项是老婆这边的。所以他讲了一句很有名的话嘛。说黄巢北上，老婆南来，如何是好？问他的部将，他部将更天才，就回了一句话，说两害相权取其轻，投降黄巢吧。老婆比较可怕，黄巢不可怕。他以为这样投降，对，所以他没有，他后来没有，他后来跑掉了，弃城跑掉了。所以湖北江陵就这样，等于说陷落嘛。那江陵取下以后，就攻湖北襄阳，襄阳重镇啊。所以当时是一个节度使刘继荣，刘继荣守在这边，刘继荣也是很能打的一个人。那后来黄巢在攻襄阳，刚开始其实是两边对峙打，你来我往，我来你往，都这样跑来跑去，打来打去呢。那刘继荣后来想了一个策略，在历史上非常有名。他黄巢是在城外嘛，
我是在城内，刘继荣在城内，那黄巢营在说围城800里这种意思，很几十万部队。然后当时刘继荣就想了一个方法，刘继荣手上有500沙陀兵，沙陀就是以前西突厥的后代，沙陀西北民族很剽悍的，500沙陀军。那有一天早上，黄巢醒来的时候，发现营帐外有500匹战马，很剽悍、很飘肥的那种战马，很高兴啊，打仗就需要战马，骑兵部队嘛，500匹，哇！想天是我的一个良机，给我500匹马，就500匹马就分下去给所有的一些部队队长、分队长、小队长之类的，大家分了500匹。结果后来第2天对战了，刘继荣出城对战。对战的时候，刘继荣诈败，假装败了，逃到一个森林附近了，那黄巢的部队就骑着500匹战马前锋啊，先追。结果追到这个密林以后，事情来了，这些马到这个树林里面，听到了很响的口哨声，哔哔。这个战马是有训练过，沙陀人训练过，沙陀人知马、养马、驯马，当战马。所以这些战马一听到这个哨声啊，就往主人的方向冲，同一个方向冲。对，那边就设埋伏。你这些队长、副队长跑前面了，500人全部前歼，全部杀掉。用沙陀兵，所以刘继荣这一块，那刘继荣这一块历史上很有名，也可以看出唐朝那种为官的一个心态。当时不是黄巢就败了嘛，败了唐朝逃，又开始逃了，黄巢逃的时候，刘继荣的部属就跟说追杀，干脆一举歼灭。刘继荣讲的以前为官的一句名言说：“刘贼把他留下来，刘贼。”以为日后富贵之资养寇自重。对，就是我放你走，那朝廷才会重用我。我竟然不是靠这个为生的吗？穷寇莫追，养寇自重。对，养寇自重。所以他讲的这一句名言说：“刘杰以为后来的富贵之资。”所以这个在唐朝很普遍的这种军阀的思想。我何必杀到底呢？杀到底损兵折将。朝廷对他也讲说，朝廷对你好的时候。有功无赏，怕保爱赔嘛。有功无就怕保爱赔，朝廷就是这样子啊，我何必呢？而且这些反贼留着，朝廷就必须重用我嘛，我就可以安身立命了。所以他放黄巢走了，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转折。那黄巢一走，干脆就直取过长江，直取洛阳，或者杀向洛阳。他这时候洛阳军师震动啊，洛阳。是一个大什么人？唐朝的东都。如果一般我们看历史的规则，洛阳陷落大概就是长安了，就是直攻长安，没有第2条路了。那洛阳跟长安中间呢，只有一个潼关天险，天下第一险关可以守。那洛阳也是，洛阳第一天陷落，一天也是一样啊。这个主官跑掉了，之后黄巢来了，不打。跑掉了洛阳就陷落，黄巢进洛阳以后就颁布檄文讨伐这个唐僖宗，而有他檄文里面有讲到说，我们大军所到之处啊，秋毫无犯。说百姓大家都很喜欢他嘛，那秋毫无犯。那时候已经到洛阳的50万大军了，50万大军，然后他就选择在公元879年的年底。杀潼关，进长安。他潼关当时只守了3天，潼关当时守兵大概连兵带将大概不到3天，2800左右。但很厉害，天下第一雄关了。他50万大军呢，守了3天。那这3天，在唐朝的军师得到战报了，潼关失陷，不逃来不及了。唐僖宗携他的老祖先唐玄宗跑啊去长安，去四川，在四川。那这边还可以看得出来，唐朝这个，尤其到晚唐的时候是奸佞当道，朝政的纪纲整个败坏。唐僖宗要讨的时候跟唐玄宗不一样，唐玄宗还至少带了一队人马，满朝文武比较重要，全部带去四川避难。唐僖宗不是，他偷跑，自己一个人带着田令孜偷跑。皇帝偷跑，对，皇帝偷跑。满朝文武是什么时候知道？第2天皇帝跑了以后上朝。
皇帝不来，一问皇帝跑了，往四川跑了，跟田令之去了，然后带了一些神策军护卫，就这样跑到四川，那四川刚才开头有讲嘛，四川的节度使，他哥哥，对他哥哥去那边一样，把皇帝伺候的好好的，要女人有女人，要玩有玩，然后一样像当皇帝一样，所有的仆从侍卫看到皇帝一定要喊一声皇帝万岁万万岁，让唐僖宗高兴。然后长安这边当时长安在公元879年，其实第一次就陷落了，第一次就打进去了，就满城尽带黄金甲了。对，第一次就打进去了。那打进去以后，其实当时还有几个有良心的节度使，比较忠的节度使，带兵勤王，结果就开始组成联军，攻打长安，要打黄巢。这一战打了大概很快，唐朝立足未稳嘛，但他那个黄巢立足未稳，但他进长安还蛮不错的。他对里面的百姓啊、王公贵族呢，秋毫无犯，真的是做到这样，千毫无犯。他第一次进长安的时候，秋毫无犯，对，也没有对士族出手，对，所以大家对他印象还不错。但联军打进来的时候，发生这些老百姓啦、士族啦，迎接唐军，唐军等于站在唐朝这边，而且驱赶黄巢，对，所以黄巢后来很怒嘛，说你们这些人我待你们不薄，结果真的打仗的时候，你们给我反水跑到对方阵营去了，所以这个情况，黄巢退出这个长安以后，他其实没有跑掉，他这次想还可以打嘛，我有50万大军呐，他在长安东边一个很有名的地方叫坝上，我们以前说古代那个灞桥折流啊，相送的一些在坝上这个地方陈兵50万，两边对峙，后也是打你进我退，我进你退，到公元880年的4月等于打了4个月，第二次进长安，又攻长安，第二次攻进去了。那攻进去以后，黄巢这一次怒了，你们这些王公贵族，我当时对你们对。他本来就以前落地的时候就对这些人很怒嘛，我考不上就是你们这些人害的，然后我进来不念旧恶旧仇，你们又对我这样子，就开始杀，血洗长安。中国第二次开始血洗长安，对，血洗长安。中国旧唐书里面有记载说，大概在长安杀了这些门阀士族多少了？8万人。8万人，所以等于一起把这些门阀士族最主要就是在首都嘛，京师长安嘛，几乎杀光了，所以后来几乎没有什么人才，唐朝后也没有什么人才了，一直影响到5代十国。对，那这些士族杀光了，等于刚才讲880年4月嘛，那个杀光以后，他就在长安待下来，待了3年，到公元883年，2个战将来了，发生2件大事。第一个是他在攻打长安的时候，刚开始讲不是你来我往吗？对，他手下一个大将叫朱温，历史上有名，5代十国第一代皇帝，那他儿子当皇帝嘛，等于他开创了5代十国的第一代。朱温对，梁唐晋汉周后梁，出了2个人都是5代开国的那个，等于说开创者了，5代的开创者。第一个是后梁开创朱温是当时在黄巢手下，但他作战不利，被黄巢责骂，他投降那个唐军，所以带了一大部分人马过去了。那朱温老实讲，他也不是打败黄巢的最好的一个战将，最好的是一个叫李克用。对，这个李克用，我们看他是一个独眼将军，李克用是什么沙陀了？刚才讲了沙陀军，他很能打，又有骑兵部队，尤其特别厉害。那这个李克用，黄巢会灭掉最主要的一个人，其实是大家讲说李克用加朱温，对朱温也有贡献一些，主要是这个李克用，我特别讲一下，他是一个独眼将军，因为他打仗，他外号叫李飞虎，会飞的老虎，表示很勇悍嘛。史书写他很勇悍的一个人。那他叫李飞虎，他打仗的时候自己身先士卒，冲前面，结果有一次打仗就被那个刘建伤到，所以右眼瞎了，还是很能打，沙陀军太能打了，所以当时在公元883年，等于说黄巢进长安之后的第3年，李克用跟朱温呢联军，朱温其实刚开始不想功劳
给外人啊。朱温自己打，跟这个节度使联军打不下长安，打不赢黄巢。李克用加入，整个局势改观了。太能打了这个人，所以李克用后来跟朱温就联手打进长安，黄巢败啦，败了就逃，就先逃到荷兰这边。荷兰他要逃回山东老巢嘛。那荷兰这边有一个地方叫王满渡，所以产生历史最后的有名的叫王满渡之战。王满渡之战，当时李克用跟朱温的部队啊，在王满渡等于说大败，把黄巢部队几乎是歼灭战，整个歼灭掉了。那黄巢没办法逃回山东。那在泰山狼虎谷这边，山东泰山狼虎谷这边呢，那个李克用追兵看完，那一次真的是整个要歼灭战了，就整接追到底，追到狼虎谷这边，黄巢无路可逃啊。那他又不愿意投降，所以史书后来记载黄巢有3个下场，一个是说黄巢呢弃骗，自己把头斩下来，交给他一个部将叫林岩，拿去吧，跟项羽一样，部将斩首又叫部将拿去邀功，对你至少还有好日子可以过，这是一个说他斩首自己自刎了。那第二个是说林岩。看，这个时候我要投靠唐朝了，把黄巢斩首，还杀了他妻子跟其他总共7个人去邀功，这是第二个说法。那第3个说法是说黄巢其实没有死，他跑掉了。后世的小说戏曲最喜欢演这一块，说他没有死。还有后续，他跑去什么血斗寺当了和尚，叫血斗禅师。后来也有人写说，又另外再拿一个禅师当禅师，那出家了。那3块黄巢的下场，到目前为止没有办法考证，就史书正史官史也没有这样写。那回过头来，我再讲说，黄巢在逃的时候，就长安兵败，还有大军在啊，他还没有到这个刚才讲王满渡之战被歼灭嘛。中间有一个过程是公元884年，等于黄巢要覆灭的那一年，他从长安出逃到哪一个地方？陈州，荷兰的一个陈州。陈州这个地方，他就围陈州300天。那史书写的他吃人杀人最多的就是这一块，开始讲到吃人了。那个。旧唐书有写一个说他在围困陈州300天的时候，他旧唐书写的非常清楚，几句话吧：贼服人而死，就这些反贼啊，抓人来吃，服人而死，日杀数千。所以你就看日杀数千什么概念？一日就杀了几千人都是男女老少妇孺之类的。那这几千人。我们讲说2000或3000，我们以3000来讲，不要说5、7、8千的几千嘛，那2000或3000围困300日，围陈州300天，你乘一下，如果是2000人，那就是60万；如果3000人，就是90万，吃掉90万的人的这个生人。那他还写得很清楚，他说贼有冲魔在啊，这个像春天那个春，那个叫冲魔在，这个读法。这冲魔在是什么？客家的，我们小时候还有。经常有这种东西的煎麻糬啊，捣米啊，捣米用的，对，用的，但它这个比较大，黄巢的部队用的这种东西比较大，因为它要捣人肉嘛。那总共你算一算，如果要捣这样60几万、90万，你至少要有几百座这种东西嘛，几百口，所以它是你有一个工厂，人肉工厂，全部放这种东西，而且旧唐书还写的一个。很清楚，他说：“生蜡人以碎之，把人剁碎了以后，合骨而死。但破绽也在这边，合骨而死。第一个，我们讲说，一个部队打仗要带这个东西很重啊，怎么带？冲魔寨很重的一个东西啊。你要打仗又要讲究速度，对，讲究兵贵神速啊。你带几百口
这种东西怎么带不合理，很不合理，而且你不可能用人力推啊，你一定要战马，要马去推，马当骑兵战马都不够，这是一个旧唐书的一个被后世反击的一个漏洞，大家史观会不太一样。那第二个，他说合骨而死，杀了你以后合骨而死，就是连骨头一起吞了，太可怕了，不可能。因为第一个人，你如果要合骨的，还有内脏呢，还有头发呢，还有指甲呢。那些怎么吃？那么，第二个，你吃了以后，你部队一定会有瘟疫发生，会有泻肚子啦，什么东西，全部很多反应会出来，不可能，人不是那么可以随便可以吃的。唐朝其实在毁在黄巢，对，太恨黄巢，然后所以给他栽了很多罪，对，栽赃，他围攻陈州，有可能就是他军粮不济，不济后来。有没有杀人？有没有吃人？不知道。就是他有写到军粮不济这一个情况，但说到吃人，尤其说吃那么多，还杀人800万，没有这种事，不可能。而且后面有追兵了，对，有追兵过来，所以他整顿军容，准备再大战都来不及，还去搞这种，那边叫将士在那边倒人肉。是，所以后世的一些比较史学家在讲《旧唐书》记载这一块。有抹黑之嫌，所以你就可以看得出来说唐朝多么恨他。那唐朝恨他是因为你根本就已经把唐朝的这些既得利益者全部都给干掉了。所以唐朝他在进这个所谓的第二次进长安，真的把这些门阀全部都清掉了吗？而且可怕的是说，我不只是清门阀，是把你门阀里面，你们还准备了一张图，就是他后来是在山东、河南、河北这个地方，在陕西这边跑来跑去，这几个地方的关键是什么？这个地方的关键是，这些都是这些门阀的这个所谓的寄居地。对，都大臣嘛，都大臣，所以他在跑的过程里面，我不是在长安把你8万人的这个门阀杀掉，是我在跑的过程里面，你这些门阀里面，你的这个所谓的势力范围，全部都被他捣毁了。对，没有错。所以最主要还在长安了，长安一杀8万人，你看所有几乎拔光了。那有残留几个下来，其实残留几个下来是谁？是朱温。朱温后来要当后梁皇帝的时候。要创建后梁的时候，他第2次清洗再杀。对，历史学家给这一块有一个专有名词，就黄巢杀长安了，血洗长安叫洗城，把这个整个城市清洗了一遍，叫洗城。所以代表他真的在长安杀了很多人，然后尤其是这些王公贵族，所以影响了唐朝很大。但也另外一块就是士族。跟门阀整个消灭掉了，你以后再不公平，也没有人可以那样，你就非得从寒门起事不行了，所以这个影响很大。那刚才讲陈州这一块，它大概就是为陈州300天了，300天就传出他吃人了。那考证我们在讲逻辑跟科学跟医学的观点了，不太可能，不太可能。所以他后来就跑到荷兰王满度这边才。打这一仗。另外就是关于黄巢有一个历史故事，我们曾经讲过，很多人都很喜欢听，就是历史有个叫黄巢沟，发动40万人。刚刚讲打仗是要钱的，不管是现在的战争、过去的战争，他的第一笔统计是在了广州杀了胡商，把这些拢过来以后才有钱，有钱我可以招兵买马，我才可以给粮，很多人才可以投靠过我。那所以打仗的时候，他后来也没钱了，进长安也没钱了，他去干嘛？他去挖武则天的墓。动员40万人，居然只挖了1个长沟，这也就是武则天墓神秘的地方。对，我们知道武则天墓乾陵啊，在长安附近而已嘛。那当时黄巢有一个想法，要钱了，乾陵里面唐高宗跟武则天合葬的一个地方，里面多少金银珠宝啊？挖乾陵，但乾陵太大，他动员40万部队去挖了一条黄条沟，这条黄条沟是什么？要直接通到墓到武则天乾陵底里面了。但问题追兵来了，刚才讲李克用、朱温啊，追兵已经靠近了，所以他黄巢沟挖并没有挖到乾陵，他就放下，所以珠宝也没有拿到，乾陵到现在还好好的。对，所以他就退了以后，刚才讲跟长安跟李克用打大败才撤出长安嘛。所以我们回过头来说。黄巢在中国历史上，我刚才讲说他误打误撞，也没有什么革命的理想，我就打嘛，横行天下再说。对，啊，有吃有住啊，先打再说，有钱可拿，对，大概就这样子。但没有想到后来他打入长安以后，真的立国，国号什么叫大齐，所以他是大齐皇帝啊。他大齐。对，国号年号金统。
所以他真的是称帝了，称了3年就下台了。那这个黄巢其实后来历史学家了，刚才讲毛泽东了，对他评价很两面。一个是第一个，他不该杀胡商无辜，所以你这个人有点丧尽天良。第二个是滥杀无辜，对，长安血洗长安叫洗尘8万，但是这2件事再加上《旧唐书》写说他围困陈州的时候吃人，但吃人我特别讲一下，其实他是一个被也不算被栽赃，他要概括承受。他底下他当时打天下，各路人马来投奔嘛，投奔其中有一支军队叫蔡州军，蔡州军的这个指挥官了，叫秦宗权。秦宗权是一个很残暴的一个人，那他真的是这样，他蔡州军所到之处啊，史书写说赤地千里，毫无人迹。他吃到以后就是杀，到了哪一地就杀人，杀光了，杀光以后吃人，所以蔡州军是这样的一个情况。但问题蔡州军投奔你黄巢嘛，你黄巢约束不好，而且你概括承受跟政治一样嘛，你是最大的官长官，对。但其实蔡州军跟黄巢也合不来，因为黄巢纪律比较严明。刚才讲蔡州军是这样的一个部队，所以他们一下就分开，没多久就分开了。但问题这笔账，他杀人吃人的账挂在黄巢的身上，这是另外历史比较要有争议的一个地方。这样到底算不算黄巢哈？然后我们讲说，他闯进历史，刚才讲他把门华杀光了。杀光以后，对历史后世最大的一个影响，不是当朝杀光以后我还可以来吧？就是经过5代10国，5代10国是中国最混乱也最恐怖的一个年代，大概72年，在宋朝赵匡胤黄袍加身，把5代10国结束掉。那5代10国里面，刚才讲朱温就是第一个后梁了，创立后梁；第二个李克用把朱温杀掉了，后梁灭掉。要改成后唐梁唐晋汉周嘛，后唐，所以历史上有一个因果关系，他们讲说这个因果也是一个宿命，也是一个诅咒，梁灭唐，唐又灭梁，就李克用用唐这个国号，然后到72年之后，赵匡胤打败这些人，把5代10国消灭掉以后，他立了宋朝，影响很大的是宋朝。你看宋朝为什么赵匡胤一上位？杯酒释兵权，因为唐朝藩镇太厉害了，藩镇大家大概里头恰呀，虽然过气命，然后叛变，那真的要用你们的时候，没有人勤王，所以他知道这样的情况不行，所以他改变了一个想法，重文轻武，杯酒释兵权，陪他打仗的全部都回老家吧，我跟你们吃香喝辣了，金银珠宝你们要多少有多少。所以呢，武将全部，所以引起宋朝影响到宋朝很文弱吧，强干弱枝。对，强干弱枝，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是整个中国的毒瘤被拔掉了。刚才讲士族门阀这种观念呢，600年，对，600年到宋朝刚好600年，东汉到宋朝，宋朝是960年开国嘛。那这个宋朝当时赵匡胤就想，这个黄巢的这个兵变啊，引起5代10国的战乱。最主要来源就是这个门阀制度嘛，那门阀制度就是这个科举，所以改变科举。他当时宋朝就发明了一个科举制度维持延滥，但我用密封，现在的用密封就是宋朝才开始，而且重新誊写。对，而且密封以外还不能有考卷上面有污辙、有污字啊，有做什么记号，这个就打掉了，所以它就相对公平。你说这个门阀制度引起科举的一种改变，到宋朝，那宋朝以后的读书人10年寒窗，至少有一条活路啊，可以活路。所以说宋朝一直到明清2代，这个科举是在慈禧太后要过世的前3年才废掉，所以它延续了将近1000年之久，但后来相对就公平了，就读书人寒门子弟可以，你不会上者恒上，下者恒下。我透过读书，透过努力，我头不对胎，我至少还有一条活路可以跑吧。现在都在南京还维持了一个围场，
就是说你要去考试的地方那个围场。他说围场就是一个房间一个房间，你吃喝拉撒都在那里面。然后呢，你到那边对吧？不管天气炎热或怎么样，你就是在里面，你也不能出来。反正你需要这边。妙的是什么？当我写好考卷之后，我不是米一封吗？米一封的时候，你的东西要找另外一个人重新誊写。所以说，有的人是说我可能字迹上面我做一下，没有不行。就是我另外一个重新誊写，所以到了刚刚讲的宋朝开始，宋元明清开始，把这个所有的这个科举制度都弄到是非常的严密，我觉得现在看都觉得非常有趣。对，所以后来我们讲，其实毛泽东喜欢黄巢，就是说他打破阶级二分的一个概念，就上跟下没有再让泾渭分明了，中间隔一条大沟，就是说我也可以去朝廷当官啊，只要我努力，有机会啦，至少我有什么进士可以当啊。你如果乡试结束了，那就是进士考试嘛。当时的进士考试，所以我看那个网络写黄巢很好玩，他写的活灵活现，说黄巢当时落地的时候，是因为电视刚才讲他长得太丑嘛，电视只有2个人，一个比他帅，娶了那个人了，其实不可能。科举制度在进士这一关了，几十个人去考了，几十个人要进殿试，对殿试，然后他才有所谓的3甲嘛，第一甲，第一甲取3名，状元，第1名状元嘛，第2名榜眼，第3名探花，然后第2名是进士出身，就进士嘛，进士出身，那若干名啊，不可能2个人坐在那边，然后第3甲也是若干名。同加了一个字，同进士出身，人家是正牌的，你是仿造的，所以进士出身跟同进士都是几十名的。所以网络有时候在写说2个人把黄巢丑化了，要多丑他，所以他考不到进士，这也是假的。那这种科举到后来慈禧废掉之前，其实相对公平的。所以毛泽东很称许这一块，说这个黄巢他是无心革命，但无心插柳成荫，他没有革命的这种所谓精神或者理想，但是他达成革命的目的。很多革命者还达不到这种目的，他革命的目的把中国那个600年的这种文化事实的毒瘤拔掉，把世界后来的中国历史创造一个更公平合理的一个世界。所以这就是历史迷人的地方。历史好像有一个非常明显的轨迹，有一个等于说黄河九曲终必东流，有一个轨迹脉络，但是有一些横空出世的人，他又改变了这样的一个趋势。所以黄巢我们在历史上，他就是一个反贼，就是一个满城尽带黄金甲、杀人如麻的人，而且不把人命当人的人。可是没想到，因为他的存在，把中国600年的这个门阀毒瘤给消灭掉。非常谢谢社长，我们希望下次再好好聊一聊。谢谢。各位宝洁朋友圈的朋友，大家好。您对我们的支持，还有您对我们的指教，其实我们都会认真的阅读，因为您的每字每句都是我们自己反省，我们要自我检讨，甚至我们未来怎么去调整方向的一个关键的因素。所以我们就刚刚讲到的，就是你现在的这些留言有什么留言，那我们可以怎么样子来的跟观众来进行回答。淑娟说：“支持宝洁集团队，你们是最优秀的。”非常谢谢您的肯定。当时讲说，我们的节目其实还有很多改进的地方，那这种改进也是我们每天都在做的工作。听后X5R他说，政府部门主管机关应该管理一下，坚决不让中共产品进来台湾。我觉得应该这样讲，就是现在大家觉得很难思考的是说，我们知道现在有很多的网购，现在很多的网购居然是有很多的中国的网购是这样直接进来。那你如果说没有任何的管制，现在很多国家都有管制，我也不理解说为什么我们台湾在这方面没有管制。你没有管制，第一个你的品质，第二个你是对台湾的商业、对台湾的产业会不会有伤害，这都是政府应该面对的问题。Rookwood 0222他说，天佑台湾，感谢宝洁，一起保护台湾，台湾人加油。当我们希望说，在台湾这块土地里面，我们真的好好的守护，好好的来保护这个国家。Karen 说：“感谢宝洁哥制作这么好的节目。其实能够做这样的节目，其实是我觉得那是一种福分，那是一种福报，我们会非常珍惜。”为20110他说他看了郑习会那一集，他说只有我觉得郑丽文尖嘴猴腮，面露凶相吗？对于郑丽文是不是尖嘴猴腮，我们不予置评。立刻他看了川普无视习近平警告的那一集，他说中国与和平水火不容，要改成这样子比较通顺。
也就是说，中国跟和平不水火不容。其实今天要追求和平的其实是台湾，我们从来没有挑衅过对方。好，刚刚讲到的，我们非常认真的在做我们的一个工作。其实我们刚刚讲到，我从以前我其实没有任何政党，那我也不去标榜这个东西，我只告诉你说，我们现在在这块土地里面，我在民进党跑那么久的时候，我学会一句话：相信台湾，相信人民，相信台湾，相信人民，这是我做这个节目里面最中心的思想。